一宗凶杀案牵出陈年往事，人性究竟有多少个阴暗面？是非善恶又如何决断？热闹的圣诞夜，警队凶杀组正在酒吧蹲点，队长邱建邦郁郁寡欢地独自坐在吧台。此前他来酒吧都只点一杯柠檬水，这次为了不显得怪异，要了杯酒来装样子。凶杀组总督察刘正熙注意到了情绪低落的邱建邦，两人除了上下级关系，还是十分要好的朋友。邱建邦古板自律，智勇兼备，对待女友瑞秋用情至深，但处理人际关系却显得十分笨拙。刘正熙温文尔雅，长袖善舞，受上司赏识，受下属爱戴，在做人方面几乎面面俱到。两位演员可以说是男神中的男神，一个人间角色几乎可以适量行凶，一个只靠眼神就能讲故事。邱建邦和瑞秋交往5年，最近两人之间出了点问题，他也为此愁眉不展。刘正熙并没有对这件事发表看法，而是转移话题和邱建邦讨论起了酒的来历。邱建邦笑着说他扯得太远，刘正熙闻言表示只是活跃下气氛，接着便一脸正色地做起了感情军师，告诉邱建邦对待女人要像处理凶案一样耐心。两人说话间收到警员传来的消息，目标任务黎新华正准备离开。据调查，黎新华是个辣手摧花的淫贼，他常常在酒吧物色目标，诱骗回家后实施犯罪。众人很快跟上了黎新华。黎新华反侦查能力极强，频频回头观察是否有人跟踪。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警方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他们的追踪技巧显然更胜一筹，最后成功跟到了黎新华的住处。众人换上装备进入居民楼，锁定黎新华家后破门而入。控制黎新华后，刘正熙和邱建邦都注意到了房间里遍体鳞伤的女孩。黎新华还满不在乎地说只是玩玩。刘正熙镜片下的眼神变得很厉，他拿出手帕包住桌上的烛台，狠狠地朝黎新华砸去。下属们见怪不怪，还默契地帮忙关上了门，为动用私刑的刘正熙打掩护。可见刘正熙是个典型的多面人，在面对罪犯时会一改平日里的儒雅斯文，整个人变得十分暴虐，不讲情面，不留余地。罪犯在他眼里根本没有人权。行动结束后，邱建邦回到家，屋里有些暗，瑞秋还在熟睡。邱建邦坐在床边轻轻吻向爱人，手上却触摸到一片黏腻湿滑，那是已经凉掉的鲜血。邱建邦大惊失色，他猛地掀开被子，瑞秋手腕上的伤口触目惊心。瑞秋的遗体被送往医院，尸检结果显示瑞秋死于失血过多，死前2天曾经堕过胎。瑞秋的死让邱建邦万念俱灰，他陷入悲伤无法自拔，之后的几天都一言不发。没有什么比身边的人突然消失在世界上更可怕。邱建邦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辞职做了私家侦探，从滴酒不沾的活力年轻人变成了整日酗酒的落魄男人。从前邱建邦不理解酒有什么好喝的，刘正熙告诉他酒之所以好喝就是因为它难喝，那时候邱建邦还无法理解，现在他明白了，喜欢喝酒的人大多并不是喜欢酒的味道，而是喜欢喝酒后昏昏沉沉忘却烦恼的感觉。邱建邦把清醒的时间都用来调查瑞秋的死因，得知他选择自杀前独自在酒吧坐了3个小时，那间酒吧几乎成了邱建邦第2个家。他要查出瑞秋自杀的原因，否则绝对不会罢休，这也是他唯一解救自己的办法。和人生境遇急转直下的邱建邦相反，刘正熙事业爱情都很美满，还在不久前迎娶了白富美周淑珍。邱建邦和刘正熙每周都会见面，得知他要结婚，便送了一台市面上很难找的相机作为2人的新婚礼物。夫妻俩的感情生活十分和谐。奇怪的是，刘正熙在婚后才第一次见到淑珍的父亲。餐桌上的氛围十分奇怪，刘正熙和周父都是情商很高的人，两人笑意盈盈地聊着天，唯一不和谐的就是淑珍的状态，她神色不自然地坐在对面，全程一言不发，只在刘正熙看过来时勾唇微笑。两人单独相处时，淑珍却又仿佛回到了舒适圈，可见让她不自在的其实是周父。剧情到此都在做铺垫，紧接着一桩凶杀案骤然发生，周府和管家文书被发现死在家中，凶手正是刘正熙。剧情的发展让人措手不及，两人只有一面之缘，刘正熙又身为警察，为何要知法犯法残忍杀害岳父？双方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纠葛？同时，影片一反常态，没有让观众去猜测凶手是谁，而是第一时间交代了凶手，让大家去猜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最后是否能被绳之以法。事情办完后，刘正熙来到寺庙，在一面放满骨灰的墙壁前为某个亡魂上了一炷香，可见他杀害周父和文书家多半是为了复仇。刘正熙将作案开的车留在了寺庙，他的事情还没做完，雇佣大黄也别有用意，那就是替自己背黑锅。刘正熙在出租屋杀害了大黄，还找来一个叫陈伟强的人，如法炮制干掉了对方，将2个替死鬼的尸体摆在出租屋，设计了一出分赃不均、自相残杀的戏码，伪造现场后逃之夭夭。处理掉作案工具后，刘正熙回到家，看着熟睡的淑珍，他的眼神里没了爱意，冰冷的仿佛在看一个仇人，但下一秒便凑上前叫醒了淑珍，神态也瞬间切换成了陷入爱河的深情男人。另一边，烂醉的邱建邦邂逅了穿梭在各个酒吧推销啤酒的小凤，小凤几次都把喝得不省人事的邱建邦带回家休息，
宿醉醒来的邱建邦不确定两人有没有发生什么，只能尴尬地付了些房租，小凤照单全收，毕竟没有人和钱过不去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对入室凶杀案进行了调查，很快便发现了死在西贡出租屋的大黄和陈伟强。更快的是他们的结案速度。刘正熙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，制造线索，将矛头指向大黄和陈伟强，两个死人自然也无法为自己辩解。就这样，在证据链完备的情况下，顺理成章结了案。淑珍对于调查结果持怀疑态度，她几乎可以确定凶手另有其人，因为文书从不会给陌生人开门，有人来都会让爸爸先看一眼，再确定要不要开门。之前他还因为爸爸不放自己朋友进来和他吵过几次架，所以淑珍认为是熟人作案。淑珍找到邱建邦，希望他能帮自己调查清楚这件事。他18岁离家，虽然和爸爸没有多深的感情，但仍希望能够查清真相。想到死去的瑞秋，邱建邦似乎能够理解淑珍的心情，他们都希望能给死者一个交代，也给自己一个交代。邱建邦接下了淑珍的委托，他第一时间和刘正熙商量此事，殊不知对方就是凶手。邱建邦希望能看看案子的资料，刘正熙告诉他，负责这个案子的是警察吹牛光，他为了避嫌没有过多了解。淑珍最近总是疑神疑鬼，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，人的直觉有时候很准。淑珍独自在家时，门铃声响起，出于谨慎，她透过猫眼朝门外看去，一个黑衣人出现在外面。淑珍吓了一跳，平复心情后再看，发现门外已经没人。她拿着一根球棍壮了壮胆走出门，在楼梯间四处查看，黑衣人手拿钢丝躲在暗处。不得不说，淑珍胆子很大，明知异常还要出门查看。这种设定在大多数影视作品中都是去送人头的。好在导演还没想让淑珍领盒饭。淑珍准备返回房间，却发现房门被人打开，她瞬间崩溃，愣在原地。这时刘正熙回到了家，淑珍这才从惊恐中回过神。淑珍想搬家，再这样下去她迟早会精神崩溃。刘正熙还是觉得她是因为压力太大，所以疑神疑鬼。两人第一次爆发了争吵。淑珍一直嗜睡，这也是刘正熙的手笔，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给淑珍用止痛药。刘正熙眼神凶狠地盯着淑珍的睡颜，这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接通后对面传来一个男生，语气不善地说：“你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清楚。”此话一出，不免让人怀疑对方是凶杀案的知情人，也在暗示刘正熙正在被人跟踪监视。翌日，刘正熙带着邱建邦来到案发现场，将警方的调查结果大致讲给了邱建邦。周府和文书的死因都是头部受到重击，这个手法其实就是刘正熙惯用的，在抓捕罪犯动用私刑时也喜欢砸犯人的头部。刘正熙离开后，负责此案的吹牛光来到现场，他进屋后就急忙回身锁上了门，门上的密码锁连接着安保公司，1分钟内不锁好就会自动报警。这个密码锁案发当天并没有报警，这也就和警方的调查结果相悖。凶手进屋后并没有立即动手，而是在输入密码锁好门后才开始作案，说明凶手要么知道密码，要么如淑珍所说是熟人。吹牛光带着邱建邦来到大黄和陈伟强死亡的出租屋，了解当时的情况后，邱建邦在脑子里梳理着两个案发现场的关联。另一边，刘正熙也在忙活自己的事，他查到当晚拨出电话的位置，并通过一家便利店的监控成功锁定了神秘人的行踪。刘正熙跟着神秘人找到了他的住处，偷偷潜入后，在房间里发现了大量自己的照片。被跟踪监视的显然一直是他而非淑珍。刘正熙在房间里四处勘察了一番，他的状态也从一开始的紧张变得放松下来，嘴角还噙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。与此同时，邱建邦正在向雇主淑珍汇报调查进展，他觉得整件事情合理中透露着不同寻常，并打算接下来从死者老周和文书查起。这时，刘正熙追踪的神秘人来到门口，透过门缝往屋里浇了汽油，接着点了一把火，大摇大摆离开。邱建邦拉着淑珍躲进浴室，两人坚持到了火警救援赶来。接到消息的刘正熙匆匆赶到医院，看到淑珍后抱着她轻声安慰，这一幕难免让邱建邦想到瑞秋。被救出火场的两人都没什么大碍，刘正熙和淑珍告别邱建邦准备回家，两人在医院门口等着计程车。邱建邦是个孤家寡人，他落寞地来到医院的天台，看着楼下有说有笑的刘正熙和淑珍，心里生出几分羡慕。计程车停在两人身边，上车前刘正熙朝天台的邱建邦看了过来，还微笑着朝他示意，这让邱建邦疑心顿起。如果刘正熙不是一直在刻意观察自己，如何能准确知道他的位置，并且看过来的目光丝毫没有迟疑，根本不像是无意中扫到了他。邱建邦心里警铃大作，他想起自己曾开玩笑地问过刘正熙凶手是不是他，虽然不愿意相信，但眼下的情形却又让邱建邦加深了对刘正熙的怀疑。怀疑之后便是取证，不管凶手是不是刘正熙，邱建邦都希望能够尽快查出真相，毕竟怀疑朋友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邱建邦向淑珍打听他和刘正熙认识的过程，说起这个，淑珍满脸幸福，还告诉邱建邦两人在一起后才知道他们多有缘分。在淑珍看来，两人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但过多的巧合往往是早有预谋，他们的浪漫相遇也许是刘正熙处心积虑得来的结果。
换言之，他一直在跟踪淑珍，最后成功接近了她，并达到目的。晚饭后，淑珍喝了被下药的汤后沉沉睡去。邱建邦也开始了对刘正熙的试探，告诉他自己查过文书的电话，案发前有个号码打来2次。邱建邦查到号主就是陈伟强，两人来到陈伟强登记号码的地址，这里是一栋老式居民楼。他们没费什么功夫就进入了陈伟强家，在抽屉里发现了陈伟强的护照。他和老周都是澳门人，可能他们判断失误，两人真的在来香港之前就认识，而且还有深仇大恨。紧接着，邱建邦试探地问刘正熙觉不觉得凶案还有第3个人存在。刘正熙猛地回头，他显然也察觉到了邱建邦的用意。就在这时，神秘人再次出现，邱建邦和刘正熙马上展开追击，二人假装上车离开。实际上，邱建邦正拿着手铐躲在暗处，刘正熙则开着车从另一条路围捕。但神秘人明显更熟悉这里的地形，给了邱建邦一板砖后逃之夭夭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神秘人的出现让邱建邦几乎打消了对刘正熙的怀疑，这也是刘正熙留着这个神秘人的原因。必要时候，他就是自己的替罪羊。很快，警方在寺庙找到了被刘正熙遗弃的那辆车，并查到案发当天有人给一个叫陈永富的逝者添了1万块香油。这原本是一个重大线索，可惜那天当值的僧尼是个半瞎子，除了知道对方是个男人之外，没法提供更多的线索。吹牛光捋了捋时间线，根据监控录像的线索，认定陈伟强就是到寺庙祭拜的人。邱建邦不理解陈伟强的行为，他事后第一时间不分钱，反而跑到寺庙拜仙人，还给大黄留了下毒杀自己的机会，怎么看都有些愚蠢。刘正熙却表示，也许有些事情比钱重要。为了查清真相，邱建邦打算到澳门走一趟，这也正掉入了刘正熙的圈套。他引导着邱建邦进入推理的死角，把准备好的结果呈现在他面前。临行前，邱建邦去见了小凤，两人的关系一直不明朗。小凤虽然喜欢邱建斌，但却一直以为对方只是缠他身子。邱建斌不善言辞，也从没开口表达过喜欢，但他今天晚上却突然开了窍，向小凤袒露心意。确立关系后，小凤陪着邱建邦来到澳门，调查后发现了陈伟强的作案动机。老周当年在澳门做毒品生意，他伙同警队内鬼文书，杀害了当时紧咬着他们不放的反毒组警察陈永富。为防事情败露，还冲进陈家灭口，最后一把火毁尸灭迹。这宗灭门惨案的幸存者是当时年仅5岁的陈永强，他亲眼目睹了老周和文书的罪行，蛰伏25年后来到香港复仇。邱建邦将调查结果告诉刘正熙，刘正熙反问如果他是陈伟强会怎么做。邱建邦没有犹豫，表示自己也会选相同的做法，否则一辈子难以心安。事情有了定论，陈伟强和老周的血海深仇就是他作案的动机，但个人看来如何进入房间仍是个问题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老周不可能认出陈伟强，就算认出也不可能给自己的仇人开门，所以这一点仍是个 bug。 但邱建邦却在调查后打消了对刘正熙的怀疑，还坦诚地表示自己曾怀疑过他，并为此道歉。事情于邱建邦来说告一段落，从凶案中脱身的刘正熙也开始了下一步计划。因为两人的房子被烧，他和淑珍搬回了山顶的别墅，淑珍也顺利继承了老周的遗产。刘正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掉神秘人，实际上神秘人就是几年前被捕的黎新华。他一直对刘正熙滥用私刑一事耿耿于怀，出狱后便伺机报复。那句你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清楚，指的其实是刘正熙动用私刑而非入室杀人。刘正熙预约了宽带安装，还要求对方上门前先打个电话。此时喝了汤的淑珍在客厅沙发上昏睡，刘正熙来到黎新华的住处，将对方迷晕后带回了别墅。刘正熙将黎新华拖到客厅，把淑珍抱到了厨房，接着打开煤气封好门窗，还将电话摆在了地上。这就是他计划的最后一步，杀害淑珍嫁祸黎新华。黎新华这个棋子实在好用，先是帮刘正熙洗除嫌疑，最后还要帮他背黑锅。刘正熙显然并不是为了继承遗产杀妻，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陈伟强，那个被误认为陈伟强的尸体不过是他找来的替身。刘正熙一家被灭门，他的复仇对象也不止2个始作俑者，还包括老周的家人淑珍。枕边人就这样变成了恶魔。布置好现场后，刘正熙离开家和同事聚餐，只要等安装宽带的人打去电话，屋里的煤气就会被引爆。届时刘正熙还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酒桌上众人谈笑风生，邱建邦拿出一份澳门同行给的资料，原来淑珍根本不是老周的亲生女儿。刘正熙闻言眉头紧锁，此刻他内心闪过无数念头，但时间已经来不及。安装宽带的人在楼下拨通了电话，黎新华被当场炸死，重伤昏迷的淑珍被送到了医院，医生尽了最大努力，能不能醒过来要靠淑珍自己的意志力。刘正熙看着病床上的妻子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希望淑珍能够醒过来，又担心她醒来后拆穿自己。刘正熙忐忑地守在淑珍身边，淑珍却始终没有醒来的迹象。刘正熙恐怕自己也没察觉到，他看向淑珍的眼神里柔情取代了恨意。刘正熙和邱建邦的处境对调，邱建邦告诉刘正熙，其实瑞秋怀的不是他的孩子，那个男人在赶去酒吧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所以瑞秋一直没有等到他。
邱建邦在小凤的帮助下找到了变成植物人的男人，他也一度十分生气，但瑞秋已经死了，他的情人也半死不活，而自己也找到了答案，还有了小凤这样可爱的女友。比起怨恨，邱建邦心里更多的是释怀。刘正熙在医院照顾淑珍的日子里，邱建邦和小凤就帮忙跑腿拿些换洗衣服。这天，邱建邦拿红酒时发现一个木头盒子，打开后里面放着一个乒乓球拍，球拍上赫然写着陈伟强的名字。邱建邦只觉得抓住了什么，一个他从未设想过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邱建邦马上开始着手调查刘正熙的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昏睡数日的淑珍醒了过来，他看着刘正熙，眼神满是哀伤和失望，明白刘正熙之所以接近他，就是为了杀掉他们一家人。他甚至从来没爱过自己。一样痛苦的还有邱建邦。调查结果就像他猜想的那样，刘正熙就是陈伟强，也是案件真正的凶手。两人关系要好，这个真相让邱建邦难以消化。他又喝起了闷酒，喝得越多想得越多，最终下定了决心，拿着一沓资料来到医院，准备和刘正熙摊牌。邱建邦拿出乒乓球拍，复原了20多年前灭门惨案之后的故事。那时刘正熙还叫陈伟强，他在乒乓球比赛上拿了第1名。回到家发现老周几人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家人，他本想去报警，却看到爸爸的同事们都被文书收买，走投无路的陈伟强躲在了圣母院，好心的修女收留了他。小年纪的陈伟强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万事小心，生怕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。他告诉大家自己叫刘正熙，这个名字其实是乒乓球比赛输给自己的第2名的名字。刘正熙静静地听着，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必要再伪装。刘正熙问邱建邦知不知道一天之间失去家人、失去家、失去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滋味。他走到如今全靠恨意支撑，老天开眼让他找到了机会，替死鬼们也一个个送上了门。此仇不报，他愧对死去的亲人。淑珍也是刘正熙计划的一环，那些让淑珍感叹缘分奇妙的巧合，都是他刻意为之。计划原本十分顺利，刘正熙也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做错了。但当他看到昏迷的淑珍，突然觉得她是不是仇人的女儿无关紧要，因为她是自己的爱人、亲人以及家人。邱建邦说不出责怪刘正熙的话，他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在经历那些伤痛后放下过往和仇恨。邱建邦晃晃悠悠地起身离开，护士叫走了刘正熙，许是不愿意面对他。原本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淑珍，最终选择了离开人世。刘正熙再度失去家人，这世上再没让他留恋的东西。枪声响起，刘正熙黄泉路上和淑芬作伴，一切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仇恨如此，罪孽也是如此。